今天就要经过联邦跨海大桥，离开爱德华王子岛了。在离开爱德华王子岛之前，就想聊一聊我在爱德华王子岛的旅行的一些个感受。自从在 New Brunswick 经过联邦跨海大桥，进入爱德华王子岛后，由于那天的天气呢不好，就开车进入了爱德华王子岛的西部。第一感觉就是农场的地块小而精致，农业的土地的开发达到了极致，土地的利用率呢非常的高，很多农场的土地都到了海边。如果没有省立公园占据一些地方，我相信那里的土地也将是一片农地。到了海岛，灯塔是不能错过的，有3个地方的灯塔可以去关注留意，一个是 East Point、North Point 和 West Point， 这3个地方的灯塔呢还是各具有特色。在爱德华王子岛的旅行呢，对于有特色的农场还不是很多。我也就在12号公路上发现一个养羊驼的一个农场。这个农场呢，在这个爱德华王子岛呢，算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农场。在爱德华王子岛开车穿梭在一个又一个的农场，看着小而精致的土地，真的是有一种是世外桃源的感觉。对于城市的历史和人文，首推的就是爱德华王子岛的首府夏洛特顿。这是因为它在加拿大的历史中呢，都要重重的写上一笔。在加拿大的历史中呢，是非常的厚重的。因此夏洛特顿是绝对不能错过，建议最少待个2天。小镇就建议去交织塔，虽然现在没落了，但在历史中呢也曾辉煌过。但现在更多的是享受这里的一份的宁静。小说《安妮的绿山墙》的作者蒙哥马利曾经生活的地方是了解19世纪农村生活的一个不错的去处。在爱德华王子岛经常展示的语言呢有3种，一种是英语、法语和当地的原住民语言。在爱德华王子岛上的旅行，了解爱德华王子岛的历史，实际上呢就是欧洲阿卡迪亚人的移民的历史，以及阿卡迪亚人与原住民还有法国军队的联合抗击英国的历史。在英国控制了爱德华王子岛以后，阿卡迪亚人就搬到了北部和西部，因此那里的天主教的教堂呢非常的多，而且讲法语的社区也非常的多。像一些个国家公园和省立公园，如果不是特意的游泳，很多的公园呢就不建议去了，尤其是国家公园，景色呢非常的一般。但是呢，东部的叫 East Point 附近有几个省立公园呢，倒是可以去看一看。那里的水比较温暖，可以跳水，同时走在那里的沙滩，沙子会发出不同的声响，被称作会说话的沙滩。在爱德华王子岛还有一个不错的体验，就是拿着铲子和桶，在泥沙的沙滩上可以挖一些贝壳类的海货，来丰富自己的一些个
旅行的体验。对于美食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每个人对美食的追求、理解的不同，结果可能会大相径庭。美食还是需要自己去探索和体会的。在探索美食的过程中，更能体会旅行中的快乐。这是我在爱德华王子岛的旅行过程中的真实的体会和感受。除了夏特勒顿以外，我最喜欢的2个地方，一个是 North Point， 一个是乔治塔，还有就是喜欢这里的田园风光。最后从空中看看这里的田园风光，看着这里的农场展示的田园风光，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。